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五哥陈柏惟。好，三友。另外，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全世界都绕着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段话，那当然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日本要不要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那这段话呢，大家就在讲说这段到底要延烧多久？看起来老共地方本来呢这个声势一路拉高，包括在刘公岛外面那实施炮击，在黄海那个地方军演。那对日本来讲的话，那日本也直接讲，那他们不会撤回高市早苗这样一个谈话。你也看到在国内呢，包括赖总统呢，那赖政府包括不管是这种行动上吃水产或者发言力挺，你也看到国内当然有人讲说，这个时候像郑丽文主席讲说，这时候不要在政治上面去攫取这样一些的利益。可是对整个世界来讲，都在大家怕的是什么？怕擦枪走火。可是问题是，现在整件事情到了今天，掀起另外一波是什么呢？是因为习近平很罕见的那直接跟川普通话。那这个通话之间，因为大家才刚见完面哦，上个月才刚见完面，现在这个通话是不是因为这个局势太热，大家某种程度是要降温吗？还是做其他的一些呢？而且老共的新华社跟川普的人讲的完全不一样。那老共的地方是说，那就是台湾回归是二战以后非常重要的事，川普从头到尾不讲这个，而川普呢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以后，打了个电话给高市早苗，这到底又什么？不过国内的政治领袖人物呢，当然针对这件事情也有发表他们的看法，先让你听一下。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的国人没有回归的这个选项。中美他们在世界上面有对抗、有竞争，但是都没有因此阻碍中美的领袖，他们可以对话、可以沟通、可以交谈。这一次的访日，那主席也非常的关心。他认为区域的和平、安全、稳定，对于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对于我们来讲，台湾应该在东亚区域和平稳定上面，我们要扮演和谐的平衡点，而不要成为对立的冲突点。好，那你刚刚看到的是民主党黄国昌主席因为到日本去，那到日本去呢，大家不要成为冲突点。那台湾会成为冲突点吗？义善，是现在看起来，那整件事情，因为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对，上一次中国国家主席要打电话给老美，这是大概20几年前了啊。对，那为什么这次这个电话到底表示的事情是增温还是达降温？当然是习近平急了，他企图想要透过川普的这通电话来有一个台阶可以下嘛。急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哦，半夜昨天半夜22点42分19秒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在这个时候刊出的。这个时候刊出呢，等于是美国的时间大概早上10点啦，因为中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他在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川普，然后叫新华社登了这个相关的报道。它的相关报道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台湾要回归中国，而且这是二战时候的国际秩序的一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总统府今天也发出澄清了，二战的相关文件没有对于台湾主权有任何的说明哦。另外，二战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才成立的，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其实对于二战结束后的台湾问题，其实没有权利智慧啦，中华民国才有权利来讲这些相关的话嘛。所以他第一点强调的是说，台湾要回归中国嘛。那总统府也澄清了相关的事情哦。第二个，他威胁美国美中合则两益斗则两害等于是要把美国站在他中国这一边嘛。至少透过他的新华社的报道里面，要跟他们做大内宣，对中国的国民讲说，你看美国是站在我们这边嘛。第3个果然是大内宣他说川普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就标准的大内宣嘛，透过川普来垫高自己嘛。但是川普的这个
回文呐，马上他2个小时后，在这个半夜1点39分，等于是这个他们的下午的时候，2个小时后马上回了这相关的文。我英文那么多，我也看不懂，我也读不懂啦哈。但是重点是台湾 TAIWAN 我读得懂，里面全部没有写到台湾哦，没有这6个字母啊，没有写到台湾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通篇你都在讲台湾的问题，但是我川普就是不跟你谈台湾的问题嘛。而川普在脸书写什么？反正呢就是谈那个卖黄豆的事情啦，然后反而川普最关心的是俄乌的28点和平协议，他希望中国能够支持美国的和平方案嘛，让美国可以主导俄乌相关的和平协议的问题嘛，所以它里面谈的都是他们国内的问题，还有就是俄乌协议问题，完全没有提到台湾。而台湾的问题，他反而在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了高市早苗嘛，而高市早苗在这个内容里面，其实他重申了美日同盟跟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嘛，也就是说，我跟你日本是站在同盟国的地位，而这个同盟的地位不会因为习近平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之后就有任何的改变，而印太战略包含台湾第一岛链防卫，当然是印太战略最重要一环，而这个战略有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嘛，所以等于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在战略上面，在美日同盟上面，他站在高市早苗说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所以高市早苗也今天也提到，人家也问他说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他直接讲不方便透露细节，因为这个是外交的方式，打电话也是外交的方式，所以不方便透露细节。如果没讲就直接讲没讲就是有讲，所以不方便透露细节嘛。所以川普跟高市早苗有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看起来是有谈到台湾的问题，但是他们美日双方都好像有默契，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去说我们2个谈到了台湾问题。这个就是美日双方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一次所谓的中日的外交战在开始做降温的动作，而也给了习近平你用大内宣的方式，用新华社的方式，让你可以去处理国内升温的所谓的中日对抗的问题嘛。这个也是给习近平一个台阶下，所以整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川普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俄乌的28点的和平协议，他必须先去处理俄乌的和平协议，然后才有所谓的余裕来用外交跟所谓的军事的手段来跟未来的这个贸易的手段来对抗所谓的中国之间对于东亚上面的所有的威胁嘛。所以我们可以从日本的防卫相他们来到所谓的与那国岛，这个与那国岛我去过一次，去拍过纪录片离台湾真的非常近。它在所谓的岛上面有一个碑，这个碑叫做日本最西境，就是日本最西边的地方。从日本的最西边的台湾，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台湾了。所以它等于是只离台湾110公里。所以为什么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日本的防卫相到了与那国岛，除了原本岛上本来就有相关多的这个雷达侦测设备，只要中国的飞机一起航，他们都侦测得到。现在还要部署所谓的03式的防空飞弹，就是避免你中国透过这波的中日之间的一个外交的战争之后，你在周边地区会生事嘛，所以必须去部署这些相关的这个防空的飞弹。也就是说，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整个第一岛链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局势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一些的演变？那当然你说包括俄乌28点协议也是国人大家会密切观察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俄乌战争里头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尤其是那28点协议，到最后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要把一些的土地要让出去？大家都会从这个来看说，那川普你对于国际之间的调停，你的态度到底会是怎么样？当然也有人拿这个会在类推说往后，那如果台湾任何状况，那美国会是什么态度？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现在眼下，全世界大概焦点都摆在中日之间会不会因此真的有任何的擦枪走火？来 ，Thank you， 你在立委期间，你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现在看到这个状态，这是很不寻常的。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先不讲说他们两边各自讲的那些内容不一样，我们把这两边的态势这样比起来看好了。对于日本高市早苗这个地方，他现在有的是什么？超高人气，民调一直都很高。
就是我现在民调这么高，我如果这时候跟你低头，会不会我的民调就被改变，或是有任何其他一些状况？对老共这个地方不要讲，那个态势一直摆得很高，包括什么航班全部撤，12条航线全部撤，然后包括50万人取消机票，所有这一类的事，还有那更不要讲水产或什么。现在两边各自这样杠，那今天这通电话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叫戒断症状嘛。日本过去跟中国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作为一个战败国，在美国的积极的帮助之下，包含中华民国也是渐渐的走到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日本对于战争其实是敬畏且保持距离的，跟德国一样，就是在近代的现代战争吃过亏的嘛。所以它慢慢的变成东亚的不管是文化中心或者是经济中心等等的。那现在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在09年的奥运鸟巢奥运里面开始要说一个中国梦，大家说就开始出现中国崛起这种说法。但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的崛起好像对世界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事。为什么呢？它发生了很多，比如说用比较低廉的劳工，破坏市场规则的进出口贸易，白纸黑字的合约可以片面损毁，进出口之间呢会用这种非传统方式来干预，说你的酒有毒，说你的这个什么龙虾有虫，用各种方式来赚取中国最大的利益。后来发现本来想说中国好起来之后大家会一起好，结果中国好起来的时候是到处滋事嘛。那包含南海的争议，包含台海的争议。那现在呢，日本跟他讲话，他也会在黄海引发争议。结果中国好起来的时候是到处滋事嘛。那包含南海的争议，包含台海的争议。那现在呢，日本跟他讲话，他也会在黄海引发争议。在最近的调查中，也就是近10年中国、俄罗斯等等的独裁国家、共产国家，他们输出这个叫做民主赤字。就你本来以为我们让他经济好，他会变民主，结果后来发现说我们让他经济好，他们会加深他们的集权，而且会让周边的国家民主扣分。那么这个民主赤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吃了战略模糊的亏。什么叫吃了战略模糊的亏？也就是近期我们在研究的所谓叫做灰色空间作战。当你跟它保持模糊，当这件事情不能够判断为战争与否的标准的时候，中国就会利用这一点来给你亲蒙打吼。比如说在公海上，你没有说不行，那我来盖个岛礁，然后我们来影响，宣称这里是我的。这个就是9段线、11段线、13段线的故事。在南海，中国四处跟人家寻衅滋事。在网络上，他们利用模糊的地带你不知道我从哪里注册你不知道我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他们在网军上面有尽了非常大的力量这包含为了反制中国、俄罗斯的网络作战，还组成了世界上英美等国家的五眼联盟。所以这些国家吃了战略模糊的亏，那怎么办？把战略清晰化。所以不管是网军也好，网军的部分这个礼拜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社群呢，它公布了所有账号的 IP，一查发现所有支持琉球独立的网军都来自中国，来自香港。那对日本人来讲，你一天到晚讲说我干涉台湾是分裂你们国家国土，这你宣称嘛？你跑来我这边跟我宣称琉球独立，难道不是吗？那就是中国的双重标准。那既然战略模糊吃亏了，那我们就把它清晰化。以前网络大家都要引这个虚名嘛，都是网络这个不需要实名制。那 OK， 我公布你 IP， 你吃了模糊的亏，你就会想要把它清晰化。日本也是，不管在贸易上、游客上，常常被中国拿来做这个叫做制裁的手段。那很简单，那你干脆不要来，我找别人嘛。我看台湾也遇过这个情况你们一直宣称陆客不来，台湾会崩我看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这个也是对我来讲莫名其妙，学习嘛。才知道说不要依存单一国家是世界贸易的准则，是海岛国家应做的功课。那另外一方面，美国有没有吃他的亏？也有啊。美国之前最早的时候，2010年代的时候，吃到什么亏？吃到便宜的劳工、破坏环境的低价产品、大量的倾销，而且他们打着发展中国家的名号，领着这个补助，但是呢，在干着这种以发展国家的这种耀武扬威嘛。
那所以美国就很简单，那你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抗议没有，我就是发展中国家，怎么会这样子前后对不起来？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说，可能评估降温啊、升温啊，这个我都很多意见，这个本来就很正常。那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川普里面有其实提到一件事情，所有里面谈论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跟很可爱的，不管是什么黄豆、大豆，或者是台湾我接了一通非常漂亮的电话，怎么样？他提到芬太尼，芬太尼是谁搞出来的？就中国嘛。为什么今天还要再讲一次？我去年就跟你讲了，你有听吗？我贸易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有解决吗？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提醒大家，这个中国啊，你芬太尼的事还是没有给我解决呢，是不是在搞？要搞的话，你这样子我们怎么沟通？所以美国也有美国的态度，我们就把这个模糊的东西清晰化。那很辛苦的，最辛苦的是谁？其实就是台湾。台湾就是在这一些大国之间呐，饱受战略模糊的苦。这个模糊多模糊，模糊到我们国家是什么？今天在立法院里面也有蓝绿不同政党的人，有对意识形态认同不同啊。这个当然都是在政治立场上的宣称，但问题是，这就是战略模糊的苦主，就是台湾。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当然大家都在这一个台海、南海之间有各自国家的利益，那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就要我们自己来守护，而不是单一的依存哪一个国家而已。另外一方面，你如果我说要站队选边的话，当然应该要选比较文明、民主、进步的价值。那最后啊，在军事演习的方面，你可以看到，不管在关岛现在进行前运的运补，就是从美国本岛有载了一些机密的科技跟武器到关岛做部署。在冲绳，我们看到过去美军包围的李建市以及他登陆的加索纳这个相关的地点，他们的军事演练也正在加强部署。然后在与那国岛，我们看到防空的导弹，那这一些行为跟动作，其实就很像我们在玩那个星海争霸、魔兽争霸那个部队集结，有没有？那部队集结目的是什么？除了要打之外，当然也是要下嘛。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讲真的讲假的，我认为局势关键就在台湾身上。台湾人应该对这件事情，台湾人有没有做相关的准备？有啊，发了一个全民国防手册，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评估这一本手册。当然有人重视，那有人轻忽嘛。那总之，我只能跟你讲，客观的来说，它也目前是全世界的焦点。OK， 刚一开始跟观众朋友介绍国际政治专家王智盛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智盛欢迎。是，大家好。好，来，智盛，我们就直接就国际政治来看。今天的这通电话，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大家都国际之间会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任何擦枪走火，甚或出现战争？老共已经最近几天，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以外，如果以军事上面来讲，日本与那国岛部署飞弹，他就直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你考虑一下要不要撤回去。然后包括他们的火箭军发了一个 MV， 对，说假如今天发生战争，甚或老共态度拉到最高点，是直接指着日本说。二战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那个罪行，我现在还可以再清算哦。意思就是前账未清，对，我要打你，我还是可以用那个方式哦。他已经搞到是这个样，日本这个地方也没有在含糊的，飞弹照射，说不撤就不撤，大家就会是这个样子。而现在看起来，老共挑刘公岛做实弹射击演习，黄海那个地方做军演，所有这一切的动作，那接下来呢，你会怎么判断？是，我就先从老共的相关的做法开始讲起来，看得出来，他确实是看起来好像是全面出击的感觉哦。外交上，你看王毅的讲法3个绝不，绝不忍受日本右派崛起，绝不支持台湾有事哦，然后什么军国主义复苏等等之类的哦，然后经济上、旅游上这就不用提了，然后这个军事上面哦，军事上面他除了上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军演之外哦，那这个礼拜又公布说要在刘公岛这个地方来进行实弹演习。刘公岛在哪里？先给各位看一下哈，刘公岛的位置很特别。它其实是在这个山东半岛的最北，这个最北端这边，就维海卫那一带。哦，那你就想，它明明对面是韩国，那离日本还这么远，他在这里做实弹演习干嘛？对，韩国说你是对我吗？对，韩国会觉得对你对着我吧，很紧张哎。但是为什么特别选这个地方？就这是老共的他们这种用这种历史隐喻的方式，其实也不是隐喻，就是明喻了啦。为什么？刘公岛是当时这个满清时代的北洋海军的发源地，那当然也是北洋海军被那个甲午战争日本全面歼灭的腐败之地。所以刘公岛那个它有一个纪念馆，写这么大几个字，你看看甲午剧痛，国耻民辱。
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在刘公岛这边做这样子的一个实弹射击其实某种程度两个东西，第一个北京看起来它是新仇旧恨，而且新仇旧恨还不是从2战开始算，它从甲午战争开始跟你算，那这是一个部分，就对日本，它等于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可能是这种不惜一战的政治宣示。他这样同时也要催促他的民族主义吧？对，第二个是第二个更重要是民族主义，更重要是要激起中国人整个反日小粉红们整个反日的情绪，也要让小粉红们让中国国内看到北京这一次强硬的态度，我觉得那可能是最重要的那更不用讲说，你看像昨天火箭军又发了一系列，我看了一下，说实在拍的还蛮好看的啦，但是小粉红看到会很激昂的，但是如果以军事专家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说，火箭军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火箭军的那个，不管是他的政委，他的政委司令全部都被抓了，所以做了一个不是很有军事水准的影片。为什么？他放的是东风61。我可以知道，东风61是今年那个在93阅兵中国拿出来的，它是号称可以这个导弹射到美国的。你搞一个1万公里的导弹，你要射日本什么东西啊？这没办法，以它的弹道是没办法这样做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纸上宣传。你如果一定要针对日本做这种长程武器的这种攻击的话，理论上是过去我们听过什么那个东风快递那个什么从关岛快递、冲绳快递这种东风21就够了。你搞个东风61出来，美国人看到搞不好会更不爽。所以我只能讲说，以北京现在的整个态势，它是想方设法的把整个国内的民族主义这个抗日情绪整个堆高，来作为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继续这样的坚持，这是一个部分。可是真正对外，其实你看到日本的底气是很足的。第一，高市在国内的民调；第二，你看他的 G20 上面的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2通电话。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这个是很罕见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的印象当中，就21世纪以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主动打电话给美国领导人，大概就一次，911，对，911隔天，那是因为慰问，所以你看，我觉得习近平某种程度在中日关系上，他感受到了一个，你说骑虎难下也好，或者是无计可施也好，他必须让美国来去介入，不是让日本退缩，不是让日本让步是到死为止。大家就这样子僵持一阵子，然后看到时候怎么样，可能不能慢慢缓和下来。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是这样，就是已经到了有点无计可施的态度。否则其实以中国过去这种天朝心态，你要他主动这么急迫的打电话给川普不容易。他的那个态度是这样，就是已经到了有点无计可施的态度。否则其实以中国过去这种天朝心态，你要他主动这么急迫的打电话给川普不容易。可是你看川普打给川普的第一个，他的上面那个 S 上面讲的，完全绝口不提台湾问题，绝口不提中日纷争，他也跟你讲3件事情：俄乌、大豆、芬太尼。摆明的川普就是等着你中国接下来你怎么看，还要看看你中国怎么表示，他才要决定。第二，川普第一时间立刻打给高市，这个一方面就是跟中国讲说我是有能力调停的，那就看你怎么做。第二，他等于给高市的一个保证，就是这个保证是说没关系，你现在这个强硬的态度这个我这边再会挺你的，因为高市讲了几个重点，最重要一句话就是我可以随时跟川普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所以看起来整个态势就是中国它必须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对日本的强烈的抗争、强烈的对抗，可是它又不能让这个对抗失控，因为一失控，他可能不知道会往失速列车会往哪边跑，这对习近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又要美国在后面敢说，我们做样子，演戏，刘公岛照样演习但是
不要擦枪走火。那也还可能也告诉说他没办法跟日本讲，说可能也像你日本就维持着两边这样子冷和的状况，到看看是不是到中美领导人会面，或到什么时候慢慢把这样子的局势再做稳定下来。所以中日恐怕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你说冷战也好，或者是这种尖锐的对立也好。我举最后一个例子，2012年那时候日本把这个叫做钓鱼台收为国有，那时候是刚好是安倍要上来之前，那这件事情的日本对中国对日本在这件事情的这个经济上的对抗反日的情绪，大概延续了3、4年，延续到安倍大概第3年、第4年的时候才比较缓和。同样的，大家还记得萨德，那中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一样的情况，基本上这个中国对韩国也差不多用这种经济的手段、外交的恫吓，也搞了3、4年。那现在就会看这样的中日的这样的情绪。它大概就维持在这个紧绷的情况，可是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在看起来对日本的支持，然后包括美国、包括 G20、包括台湾，看起来跟当年完全不一样，所以看起来这一场这个状况，我是觉得中国有一点无计可施，然后骑虎难下。上口，其实大家就在讲说，第一个，因为高市长们要民调是底气之一，另外，刚刚讲到集团体。集团体本来是有一个机会，大家在这么剑拔弩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见面3分情嘛？没有。你看那个画面，高市长要跟李强2个人的那个画面，就2个人连4目都不能交接，好像交接到就会碰到希腊神话的蛇魔女一样，然后会变成石头人，就变成这样啊。那连那么近的距离就是完全不能碰、不能看。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讲，然后有人讲说高市长连中文翻译都没有带，然后有人讲说这所有的一些的状况，那对他们大家来讲的话，尤其对日本，第一个城下之盟谁都不愿意。就你如果告诉我要怎么样，你还告诉高市下台，那对日本人来讲，他怎么会接受别人来告诉我的首相要下台？那更不要讲，有人在这时候，因为刚好不是周菊他们在高雄开演唱会，有人就把2016那件事情拿出来，周菊呢。国民党，我记得国民党那时候有讲说，他那天晚上，因为记得那一天是投票前一天晚上，大家都记得嘛，因为那天一定是 live 在做节目，然后 live 的时候那个画面一出来，对，那当场就拿黑顶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怎么选嘛？这种，当然那场选举。本来就有一些悬殊啦，大家知道了，只是最后那个画面出来，连后面的努力大概也不变，因为差不多也都到竞选最后的时间。这些对于高市早苗来讲的话，对日本的底气，都是他在这一波撑他的一些地方吗？当然，你看他们那一些网友都开始在说嘛，那个中国对付台湾的方式，他们也感受到了，就你好像对台湾的方式，好像这一次是用来对付日本的感觉嘛？当然，高市早苗他也不退让啊。高市早苗的民调，50岁以下超过70%以上。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人看高市早苗，好像在看政治上面的另一类人，就是说他的讲话很简单，就你很容易理解。你也没想过一个首相。跟你说我会啊，我会去网购啊，内衣也会网购啊，我老公买东西买这么多啊，家里堆了这么多，你会让人家觉得，他跟我一样，就他的生活采购方式是跟我一样，所以高市早苗就会变成，在日本政界里面，他们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格的首相，当然他去集团体。之前李强，人家问李强会不会见日本首相，他说没有安排，没有安排。那高市早苗不安排，我也不见你啊。他连中文翻译没带是最清楚的一件事。如果说还有转圜，我还有意愿，你会把他带去嘛？不带去的意思就是说，不谈就不要谈了嘛。但是高市早苗不跟你谈，但是他去跟大家谈得很快乐啊。你看。外交上面可能我们比较会少看到，会把椅子这样滑过去跟一个印尼的总统，然后他是2只手趴在那边跟印尼总统在聊天的，然后看到意大利的首相第一次见面是可以热情拥抱的，其实那在外交上面其实是少见的，也可以看得到
他在外交上面，他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你知道，我觉得他那个滑椅子的那个动作，应该在50岁以下，尤其年轻一辈，应该圈粉无数。对，因为没有看过一个首相跟一个小女孩一样滑到人家旁边，然后去趴在那里跟人家讲话。你不觉得他就是很多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就是说，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平常也会滑，没想到一个给你一个有轮子的椅子，对，然后50岁弱方都会滑，一个首相，然后滑过去一个国家的总统，对，你不觉得他就是表现让人家看到就是说，他的行为举止好像就跟我们一般人很像，虽然他是首相，好。那他们也就说了嘛，其实他不是第一场是去集团体，是东南亚国协，当然，日本官员就说啊，他会准备一份打招呼名单，就是说他有一份打招呼名单，谁，他去了，他就会按照打招呼名单去执行。当然，他的打招呼的方式可能与众不同，但是他就会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嘛。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高市早苗的性格跟他的民调，他的民调少则6.5%，多则7%多嘛。那当然，他讲了引起这么大纷争的话，禁止你的水产进来啦等等，讲了这么多话也被中国这样处分了，他的民调依然高。那他不妥协，应景对抗中国，他可能也是一个民意支持的一个基础嘛。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个首相，就是不妥协，不被中国欺负。你用台湾的对付台湾的那一套对付台湾，我们看了没有感受，我们这次有感受了，我们根本不理你。所以你看到高市早苗不妥协，你包括那一个21号的时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行文给联合国，他是直接给行文联合国。我觉得，他的用词蛮好笑的。他是说，从1945年以来，日本战争以来，他们中国首次，日本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我想中国都在威胁别人，第一次只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要动用集体自卫权，这样的说法呢，变成中国口中日本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然后当然他也说到说，日本这是战后以后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说到台湾有事啊，日本有事，然后也会动用这玩意。当你看他21号发的时候，但是日本也不妥协啊。日本24号他们的日本驻联合国的代表山崎，他也发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的秘书长啊，他说那个乱讲，说我们还没有发动，还没有战争前，我们就会集体自卫权。他说那个说法，其中他有一段他说台湾的议题应该透过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好，他里面还批评中国对日实施的威胁措施，国际社会应该反对。那看得出来，日本并没有妥协哦。日本甚至还要求什么？这一份文件要列为联合国正式文件，请发给所有会员国。请发给所有会员国。24号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25号就出现了电话，所谓的电话嘛，就川普打电话。可是所有这些中日之间好，包括美国川普今天跟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所有这些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应该都是佩君跟若芳两位在台湾到底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嘛。或者所有的事情到最后会怎么样的演变，也是大家关心的。那各党的领袖、政治人物，包括从总统卓院长，那包括我们的郑丽文主席有针对他们今天打电话，有赖清德总统那时候讲说，中共不应该当什么麻烦制造者啊，应该要自我节制。那时候郑丽文主席有回说，不要火上加油，不要借机攫取一些政治利益。可是今天电话这个好像还没看到郑丽文主席有什么一些回应。那现在呢，台湾刚才大家看到，包括民众党黄国昌主席，他口中的主席是柯文哲前主席啦。他说柯文哲那边讲说，台湾要当一个平衡点呐，我们要扮演冲突。我记得郑丽文国民党郑丽文主席还有讲说，蓝营一定要赚扭转乾坤的角色，不能让台湾发生任何的战争，要做这样的努力。如果不是蓝营能这样努力的话
2028年搞不好能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选举都不知道。所以，来佩君，所以现在呢，我们台湾要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在这里头？我想这个台海关系在美中日台4个关系体当中，力量的大小跟主动权的序位，我想国内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哦。所以你说习近平找川普去谈两岸是某一种弱势，可以理解这个观点。所以你说习近平找川普去谈两岸是某一种弱势，可以理解这个观点。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中共面对日本，他在1对1的对话，他并不被动，但是要面对加上美国的日本，才可能陷于被动。那我认为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对话，基本上是要搭配去看日本国内石破茂的发言，就是还是希望日本能够回归自己的西太平洋是一个被动式，然后去配合美国战略的强国，而不是像一个在2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企图去独霸大东亚，然后排除一切欧美国家影响的区域帝国观。所以我们要正视一个事实，就是说美中日台的这一个单向的食物链，台湾排在后面，但是力争上游求生存的份，不是去这个划九泉玩这个棒打老虎鸡吃虫的时候，而是规则公平，所以要让虫可以克制棒子的这种循环相克。那真实的世界当中，虫固然可以去啃这个木棒，可是更多的时候可能先被木棒先敲扁哦。但我觉得高市的发言哦，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不认为他是事前没有预料到中共可能事后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但是你如果从他过往的这个从政的风格，他就被定位是鹰派的立场，所以他做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发言，我认为他是深思熟虑之后各取所需的立场表态。高市的言论严格来说并没有逾越太超过日美安保更多的企图。那至于说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出于他自己日本政府想要有事，还是因为这个美日安保条例，我觉得这重点不重要，重点是他有出手就好。而且日美在这个合作上面不太可能会发生美国想要日本不要，或者是日本要美国不要，不会这样子脱钩。所以对追根究底来讲，中共对于这种任何对中华民国友善的言论，本来反应就是会很大的高市的这番话，就算是美国国务院讲，我想老共也是跳起来。那我们的政府需要赖清德总统跟政府这样几乎都是直接像不管是吃水产啦，或是发言上面讲说老共就是麻烦制造者，不应该去做麻烦制造者，类似这样这些发言，在野党会力挺像这样的发言吗？我觉得我们对外当然立场还是一致的。那高市当然讲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对我们好的发言，当然我们是站在他这边。不过我倒是建议执政党资源这么多，我们的朋友因为讲了这样子的话，惹到一些麻烦的时候，赖总统应该除了吃之外，还可以做一点更多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签一个进口什么，把它扩展到实惠的部分，在野党不会反对啊。好，来如芳。那当然，因为其实不管是说是用实际上一般民众大家在吃的方面去挺这个赖清德，而且在日本，其实日本人也看到台湾的对于日本的友善，跟在这个被中国因为政治而用政治来制裁经济这上面，因为他们都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压迫。那但是我们转型了，我们已经找到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了。可是我觉得在国民党，因为昨天我有看节目，就是林涛从来没有讲过我觉得这么认同他的话，什么搞他昨天那个讲话，你们大家都在认同，真的实在是从来没有认同，再也没有这么认同过的，令人压抑，风格真的是吓死我们了，有没有那个内容？他讲说，他昨天讲的话跟佩君刚有一段话，佩君讲的意思说，人家如果做发言就是对我们台湾有利的，大家干嘛一定要去批评这一段？你刚才是这样讲嘛？林涛也是这样讲。对，我还去比对了一下林涛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也认为高市的发言并没有逾越美日安保条例的框架，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这是一个全新，也没有，他其实还是在那个框架里面，但是是友善的表示，所以我们不需要。当然我们都觉得这是友善的，然后我们对于日本也都是友善，因为日本相较对我们来讲也是友善，可是，在国民党的党内。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包含你说洪秀柱，包含马英九，在第一时间是针对高市早苗，针对日本的谴责，就说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好，那但是国民党的言论上面都会讲到一个说为何有事？那这个不管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那为什么会出现有事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武力扩张。中国的武力扩张，然后甚至因为他想要统一台湾，那他不管是军演，或者是在这个武力威胁飞弹上面，其实对于我们邻国
日本来讲，像之前这个裴洛西来的时候，这个飞弹已经到了他们经济海域了。对于日本来讲，这就是他们所面临到的。其实有事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导致后面大家邻国所有的威胁。那他必须站在日本的利益上面，站在日本国家的安全上面来做这样子的言论。那到底谁是麻烦制造者？不是日本，不是台湾，因为对于台湾来讲，我们来装我们的保全，或者是我们来做这个我们的防盗措施，包含说这些飞弹啊，我们的增强武力来保护自己。但对于国民党来讲，你这个就是挑衅，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会变成麻烦制造者，变成印太地区的有事是因为台湾所制造的，错。前提是这个有事都是中国来制造。那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当然今天佩君是这个我们国民党的新的一代，那这样的言论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站在一起。可是国民党仍然有非常多的人是在第一时间是帮中共讲话，是来谴责日本，是来谴责台湾，说你们怎么可以增强武力？你怎么可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好像变成台湾跟日本是麻烦制造者，变印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所以我觉得高市在透露这个跟川普的这种电话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印太地区，日本愿意扛起在做这个中间的一个稳定者。然后第二个，我们之间很亲密。那不是说今天中国做了什么样的任务，我就不挺你，让日本能够更安心，然后让印太地区能够更稳定。再来，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就是在台湾所扮演的角色，它不是一个食物链，我觉得它是一个交集，就是所有包含你说产业链、包含军事、包含科技、包含印太地区的安全，台湾都是在最中间的那个交集者。那全世界的经济都攸关在台湾身上。那你说印太地区的安全是不是攸关在台湾身上？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印太地区上面的安全来讲，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它是整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所有大家整个国家一起串联起来，才会有办法安全。不，如果讲今天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因为中间牵涉到一个话题是新华社里面一直讲说，那他们讲的是台湾回归，说习近平跟川普讲台湾回归是2战以来呢国际最重要的一环，类似像这样一些词儿。那只是在川普那边找不到像这样的东西。那可是这就关系到好，我们自己国内大家对于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包括何英路那讲的所有一番的话，那后来被处分，但是后来发回去，又把它打回去。那打回去以后呢，到底要不要处分？那但是前面是有先停职嘛，只是后来被中常会说再丢回给考纪会。可是这牵扯到刚刚三组前面有讲一段，说在朝野之间，在立法院也为了意识形态，包括国家认同，包括所有这些。然后王一川委员是到日本去的时候，他在那个参拜庙宇的时候写了一个台湾国立法委员什么什么这些。然后国民党的立委也直接痛批。然后呢，郑丽文呢对拜去秋季的那个过程，然后呢，那当然去了秋季，那郑丽文也去拜了2讲。那何英路呢，那时候说要被处分，所以他也知道大概不能直接这样讲吧。所以他换了一种说法，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民党中常委何英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给了我勇敢前进的信心，是很委屈。我被停职了18个小时，说我违反党纪，因为我讲了希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真的快有点扛不住了。但是放心，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我的信心，我的决心，这是我肩负的重任，在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党主席郑丽文也说过，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也是中国人，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的规定，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这就是我的责任。我还是何英路，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真的好感动，我真的想哭了。
佩君会不会？我也蛮想哭的，他也想哭了，其实也想哭。没有，我先短回一下刚刚那个高市早苗的回来讲回应了，因为高市早苗，我觉得各界基本上日本国内也是透过很多管道，希望避免让高市早苗的发言成为日本官方的立场操作。比如说石破茂也讲说，他我觉得这个表述不是那么合宜。我觉得关键是他也，我觉得跟国民党想的一样，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关键拉回来，如何避免台湾有事，就是希望台海是公开对话，然后取代这种对立的方式，减少冲突嘛。那不要一直讲说，如果打起来我要打多大力，还是拉回来关注，避免台湾有事。好了，回来讲合英路，我今天特别去跟这个主委问清楚这个时间序，对，就11月18号下午开考纪会。那其实我觉得必须要肯定的是，在会中其实本来是没有排这个议程的，是由考纪委员提临时动议，认为他这个荒唐的言行，其实对不起，我直接讲荒唐。在会中其实本来是没有排这个议程的，是由考纪委员提临时动议，认为他这个荒唐的言行，其实对不起，我直接讲荒唐，荒唐言行违反本党的党员党纪的问题，所以应该要处分。那当时是全员通过做成停止处分，然后就送这个中常会嘛。那老实说啊，这个情感上我觉得他应该就地正法直接消失哦，但是理智上我知道党还是有，就是消失在国民党啊，但是。理智上我知道党有党章嘛，还是要照那个规矩走。那中常会的意思是说，他是当事人，依照党章，他应该可以提出这个申复，他自己应该可以讲一讲啊，怎么样哪样这样。那所以目前的状态是这样。那但是我特别去问了一下，就是中常会说受检举人有说明的权利，所以受理他的申诉，那发回考纪会，但也不是说一直无限期弄啊，因为他的中常会任期只到1月嘛。但是规定就是30天之内处理这个申诉案，所以他是有一个作业的时间期的。那我相信。党中央也不会对这件事情，慢慢等啦。因为老实说，他这个谈论呢，我觉得第一，他的主张基本上是完全背于本党的立场啊。那你说回归好了，在那国民党，我们讲的回归是收复大陆，对不对？那主席说的中国人是中华民国人，不是他这样在胡扯瞎搞，他等于把我们在外面努力一遍一遍想要讲清楚的事情，那但是没有他这个耸动啊，我讲10遍可能抵不上他这影片播1遍，这是很恐怖的事情。那第二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对我们在台湾这些安身立命的陆配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们多数人就是在台湾好好的，很多人已经生了台湾之子啊，就是安安稳稳在台湾生活。那他这样的言行，他会害其他的陆配姐妹好像要跟他一起背这个锅。我不相信其他的陆配都同意他这个看法，所以我刚刚说，情感上我是觉得他应该直接消失在国民党，但理智上我知道有一个程序要走。那现在当然就让他在等待申诉期间，但是我相信多数的这个国民党不会认同他的言行啊，否则当时在考纪会也不会一提临时动议就全员通过啊，对啊，所以我代表我认为我对多数人的价值观还是有信心的。3个，所以刚刚听到吗？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佩君他们这一代就觉得，对，刚刚佩君用字遣词也非常直接，是不是就应该要消失在国民党？类似像这样。那可是你看他选中，他就跟你讲，他就搬郑丽文讲中国人那一段，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讨论那个中国人到底是像佩君他们讲那个叫中华民国，然后他讲的是什么，他不会跟你讨论这个，可是他就拿郑丽文出来背书。好，从秋季开始，那无耻的事情被搬出来，所以郑丽文在国民党党庆的时候就去叶林，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说，国民党主席出来应该先去叶林，照传统上好像大部分都会这样子，那他也去了。所以这些是不是能够降低那个无耻那件事，然后包括那个何英乐这件事的冲击？我觉得如果是谈论郑丽文这个人的个性啊，他在每一个议题上本来就很容易左右反复侧并跳了，所以他只会选择对他当下最有利的做法。那像无耻，你为什么会出现无耻这个？我后来我的感觉啦他一定就是觉得那个行程有需要去嘛，或者是他身边有幕僚拿了那个行程，他觉得这个行程可能可以上短影音，可以干嘛，所以他评估那个当下就去。那现在我想已经主席做一段时间，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人马之后，当然大家就会去提醒他。不过他本人的个性应该一直都是一个在当下才做决定的。我所谓的当下做决定，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有长远目标，像追寻着跨父追日、追着太阳跑的那种。我们未来要到达哪一个终点，而是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朱立伦提名我当不分区，我现在挺朱立伦。我现在没工作了，电视节目找我去名嘴，那我去名嘴。
他是吴敦义提名的。好，抱歉，不要怪罪朱立伦。好，吴敦义，我没有怪啦，我是说这个是一个个性。那有的时候我后来发现，社会上这种个性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就是他觉得这样子的人可以存活比较久，那就让他去做这样啊。所以你看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接下来地方派系嘛，然后放他有提名权的声音，让一个本来不被你要知道，上一次我们在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社会是随便的呢。就张亚中很可爱，好啊，然后其他的也不知道在干嘛的。那一般我们也接近10年的时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普遍舆论是有的时候都当不好意思讲叫笑话在看呢。就张亚中最棒了啊，最国父遗训的那孙文学校应该要支持他吧。然后接下来韩国瑜上来，又开始表演，来下面陈根金出来，下面能捞就捞，能混就混，这一连串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国民党党主席到底可以干嘛？而不是又要付钱，又要打赛啊，然后又要人家出事又怪你选不好，又要下台。那第一次，我觉得郑丽文至少给人家一个想要把党主席发挥作用的感觉啊。不过这个不管国民党、中国人，因为我们现在谈到议题好像何英路。这个中国人这3个字，台湾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这3个字，其实就是战略模糊的一环。它刚好就在名词的这个在名词的使用上面，而这个其实牵涉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台美日韩在中美日韩夹击当中，成为一个永久第三方，不受战争的袭扰。目前主要倡议者是吕秀莲。我认为国民党主流也不是这个声音。那问题就是这个中国，不管它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在如果发生事情的对立事态上面，它没有区别。讲粗鲁一点，最简单的、最直白的、最市场的讲法就是，那是要打中国还是要打美国？是要打中国还是要打日本？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自绝于这样子一个国际博弈之中，或者是我们可以成为，即便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它是一个战略地位关键，然后有自保能力，然后会选择站在对的那一方。这个我想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啊，一二次世界大战跟这第一次没关系，要第2次冲绳打到一半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在台湾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性的战争但是台湾岛在第一岛链扮演的位置，我们台湾人这一代台湾人，不管蓝绿白各个政党，我们能不能去思考说，有没有办法自决于世外？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智慧的解决方法？这个是大家，我想民众期待政治人物们能够做出来阐述。如果讲最直白一点，最直白一点就是到底在国内的政党在两岸立场上面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讲嘛，所以你说那个王一川就是另外一种形态。那国民党，这你还记得吗？郑丽文那时候就讲说，有人可以讲独立，我为什么不能讲统一？他那时候有讲过这一段。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佩君刚的有一段话，就是他们在外面跑讲10遍，他讲的可能客气了，可能讲100遍。可能那个何英路的影片播一次，他就白跑了那100次，就要回去再重来一次。这是对他们在选举，我们常常就讲说，这些选举那是铁打的，你硬碰硬的，你要在民间去基层一个一个握手的那种感受啊。他们知道，郑丽文难道不知道吗？对，所以我才刚才讲到那个习近平讲说，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所谓的历史必须做的一环嘛。那总统府为什么特别出来澄清说2战的文件里面没有谈及所谓的台湾主权问题？那我还帮国民党补了一句话即使谈及台湾主权问题，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也没有权利主张，有权利主张是中华民国吧？是啊，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打赢了那场胜战。如果有任何所谓台湾回归中国，回归的那个中国也是中华民国啊。所以讲是我是中国人这句话，现在就有点麻烦。刚才讲到的模糊战略嘛，中国人有2个意涵，一个叫做文化族群上面的认同，你是中国人。其实我不喜欢用中国人，大部分人会讲他是华人不会讲中国人，因为他叫做文化族群的认同嘛。那另外就是国家的认同，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这一清二楚嘛。你是一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嘛，在台湾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而中华民国的国民里面有很多的族群不同的认同嘛，我可以是越南人，我可以是印度人，这些人都可以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所以现在国民党最大麻烦就是他们要继续维持着他们的模糊战略，说中国人就是
就是中华民国国人。什么叫中华民国人？没有人用中华民国人啊，中国人其实就是中共发明出来，就是统战的一个名词。今天为什么何应禄会用郑丽文的话来说我没错啊？我为什么要被开除党籍？党主席都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要统一，不是要回归祖国吗？因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回归中国统一，不是要回归祖国吗？对于何应禄的认知，他完全觉得他完全没错，完全依循着郑丽文的主张嘛。但是国民党，我直接讲。代表民意的像钟佩君就要负责任的讲清楚，你们的中国人至少要大声讲出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至少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在政治立场、未来统独立场可以不一样，但是现阶段我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不过现在看起来选战的味道。你要回应一下吗？对啊，因为我说我为什么说何应禄很雷？因为你看他就会被一山哥这样子拿来讲，我们讲140中华民国中国人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但一山可能就说你看何应禄讲的不是哦，他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中国，所以我就说他何应禄才是那个去模糊界限的人。不过你误会了，我没有要跟郑主席切割的意思，因为他讲的还是依循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嘛。那反而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我还想问，那王义川前面讲他是台湾国又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哦，他是对着中华民国的宪法宣誓，恪遵中华民国宪法行使职权。那他冒出一个台湾国，民进党怎么不说话呢？哪一条法里面有台湾国这个东西？我刚才已经补充了，我们对于未来统一或独立或有不同的主张。但是现阶段你就是中华民国台北市议会的议员，他就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嘛。所以现阶段我们要是统一国的嘛，我们可以不同党，我们可以对统独有不同主张，但是现阶段咱是港一国的啦。所以谢谢义山哥达成共识，我们不认同王义川的台湾国嘛。来若芳，所以对你们来讲，好了，这个阿川是不是这件事情？那你们要去处理要解决吗？那可是选战是不是已经开打？那时候大家就讲，那当何应禄这个言辞出来，那郑丽文去囚禁那段不是无实的事情被拿出来，那时候大家就讲会不会依循以前曾经有过选战模式，票投谁谁谁就是那时候是讲支持马英九。对不对？那一年的选战是这样。对，现在的选战是变成支持郑丽文吗？你们那个洪建义已经把这个拿出来弄了，现在已经这样。对。然后赖清德总统呢，在这2天呢，直接跟大家讲说，大家要缅怀纪念的是黄百韬将军。对。就直接把徐蚌会战的黄百韬，然后摆在这个地方，因为那边是秋季的时候有吴石嘛，大家讲吴石，包括郭汝瑰。那是不是让徐蚌会战整个这么多英灵，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发生这样的悲剧？然后现在是真的？那当然，国民党有直接说不要去消费国家的英雄。来，首先我先讲哦，就是这个是建议哥啦，他自己做了一个，但为什么要讲说投给蒋万安就是投给郑丽文？因为一样国民党论述，而且在这个国民党论述上面。你说郑丽文直接讲说我是中国人，那不管你现在他也没有解释说我的中国人到底是中华民国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出了台湾，你去全世界讲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是哪一国人？大家会觉得你是Made in China， 不是 ROC， 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全世界在看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在看，他都会认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在野党最大的一个党的党主席，当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是要很明确的，因为这是党的一个路线啊。如果你只是讲说我就模糊的讲说，我就是中国人，但是后面任你解读，我觉得就会出现很大的模糊的一个空间。但是其实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些内容，我不觉得他是在讲说他是中华民国人啦，他就是把它概括，就是连中国一起。所以今天你蒋万安到底有没有要这个否定？比如说蒋万安也可以直接说我不认同主席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些，但身为台湾人的时候，你在这片国土上面，对我们来讲，我出国我不会讲说我是中华民国人，因为大家听不懂。我出国一定讲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那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如果你今天回归到说王义川他这个写他是台湾国人，我觉得他仍然是效忠中华民国
台湾，因为我出国还是一样讲是讲台湾啊。可是我觉得反观是说，国民党今天如果他在推这个什么国籍法，或者是这个中配他在选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不用去除其他国家的国籍，不能只留单一一个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把2个国家现在放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在宣誓说我是效忠中华民国，还是你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效忠国家？你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现在大家会让人家觉得说啊，不是我们贴你标签，是因为你一直把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要不然就讲清楚，你怎么可以把说陆配在这个国籍法上面，或者是他要选民意代表上面来说，他不用去除掉对于国家的认同。你怎么可以把说陆配在这个国籍法上面，或者是他要选民意代表上面来说，他不用去除掉对于国家的认同，或者是他去除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上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件事情，Thank you。我们如果从这讲，因为大家在讲说为什么花莲那一个村长那个案子，因为接下来民众党在替补上来那立委里头，有一位也有这样的陆配的身份，所以他们现在讲说要修法或什么。好，你觉得在过程当中，包括黄章主席在刚才讲到中日之间的时候，他现在在日本嘛，他在日本，然后他就告诉你说，那台湾要当平衡点，然后不能够引起，然后包括他跟柯文哲的关系，然后是陈佩琪在他们自己的民众党的那个电台里面，他就直接告诉你，柯文哲多感激黄国昌啊。不管黄国昌现在有没有一些，等一下要问他上工，因为那几个案子现在的发展，包括因为今天礼拜2嘛，又有媒体在讲那些的发展，所以对黄昌来讲的话，柯文哲多感激他，有2个太阳好过没有啊。陈佩琪讲这段时间谢谢黄国昌，意思就是时间到了，不用再谢了。对啊，这段时间了嘛，下段时间就没你的事了。是这个意思，就这段时间，就这2年条款啊，不然这段时间能代表什么意思？好。所以先搁着。黄国昌跟郑丽文很特别，因为他们没有终极理念嘛，所以他们可以一下子很独，一下子很统。所以他们在讲这些论述的时候，他不在意民意他不在意民意发生什么事情的，他只在意我能不能在下一个舞台继续发光发热。那郑丽文找到了啊，黄国昌已经这段时间谢谢你了。这2个人不一样的差别。但是我们在讲刚刚的这个两岸论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模糊空间。我要再次加深这个论述，模糊空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2个里面拖来按去，都有得利，那我们就接受这个模糊空间。如果模糊空间只有单方面得利，那我就干脆把它清晰化你既然你拢这赢，袂当赢叫个赢话啊，显出来啊，你民主你赢啊，内底我钱我谈啊，分清楚嘛。所以模糊空间之所以存在，台湾最清晰的模糊空间就是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东西是每一任总统、政治人物都要论述的，而当每一个群体也都知道不管你支持统派或独派，我们都知道，在台湾岛上就是有另外一群这样子的人存在，而且我们是文明的国家，我们不会用暴力的方式把对方全部都消灭。即便在言论争执到最极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真的就是希望发生大械斗，我们绝对不希望这样子。但问题是，它的本质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我们先有这个前提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我们才来论述在台湾的代表怎么样比较有论述。因为台湾觉得台湾人曾经经历过228白色恐怖，所以他觉得中华民国是一个欺压的政权，是殖民政府。好，统派觉得说我已经这么委屈了，我失去99%的国土了，我来到这边要跟你落地生根，那你们一天到晚把我当坏人骂。国民党本土派觉得，我那个时候就为了生存不得已，只好跟国民党合作不然的话怎么有办法赚钱照顾大家？各有各自己的难处，当然这个在对方的其他人听起来都不舒服啦。领导在咧好过啊，佮跟我讲什么周围困无你处关出来啊，无你贪污了，真正你被关啊。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前面已经拿尽好处的，不管是因为区域或者是因为族群现在跟他讲说你钱怎么样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啊，甚至是赚了钱就出国的嘛。双重国籍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在讨论的，以前国民党就有立委跑出去过了嘛。
那对于绿营来讲，这个台湾主体意识的支持者来讲，他会觉得，我都让民进党执政的转型正义做一半，到现在那些团体还在，附随组织还在，好，这个是台湾的困境。但是不管哪一个困境，一个前提，它要跟中国不一样嘛。这次国际法，我认为超越红线就是你让中国人跟台湾人一样的嘛。你让中国人跟台湾人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问号。你知道这个宋美龄这位女士啊，她来到台湾之前啊，直接新增了一个名词，她把过去中国新娘变成大陆新娘，然后现在又变成这个就是所谓的大陆配偶。就她以前的台湾如果有中国来的，这个是中国新娘，然后现在宋美龄来就是没有，我们不能叫，我们叫大陆新娘啊，但是她自己又不能讲自己是大陆新娘，国民党的不能叫自己大陆新娘，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日本时代来的叫做中国新娘，然后跟着这个国民党来的叫做外省新娘，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头叫人家叫大陆新娘，就都是中国来的，只是时代不同，它的叫法就不一样了嘛。那现在你要把这3个人全部都变成我国人啊，逻辑就是这样子啊。那既然现在全部都要变成我国人，你当初干嘛发明3种讲法？就是政治嘛。所以过去的模糊空间，你现在把它，你违反了那一个不同族群、不同政党的支持者，你违反了那个把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本质变成一样的时候，其他的族群就会开始担心说，你现在是要统一了吗？因为统一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嘛，不管是治权统一，或者是国号去统一了，或者是出去的身份就包含护照这一些的规则统一了，制度统一了，就同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能不能保护着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然后坚持自己的民主制度之后，在里面吵架打架，这个当然我想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接受。但你把中国人的参政权也纳入进来的时候，我想社会一定会有比较激烈的讨论。尚狗刚刚直接讲说，对国民党来讲，那要处理何英如的事情，佩君有解释一下那个过程，说1个月以内嘛，算一算，大概在1月以前，那何英如可能中常委还没有卸任，他们就会有一些处理，是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嘛。而这整个来看的话，包括刚刚讲到一个中常委，偏讲现在国民党中常委跟以前。对你跑立法院那个时候的国民党中常委横着走啊，是不是天差地别吧？行政院院长、副院长、部会首长、高清那个《中国时报》创办人、《联合报》创办人哦，这个统一实业高清院，对不对？那个时候这样，可是现在这个中常委，这真的很重要吗？中常委啊，很重要。国民党也可以讲，那就是一个中常委发言，你们大家干嘛把它搞得像是国民党的人都在这样讲？对，佩金刚再一次讲，他讲10遍100遍，那为什么他要讲话？你们大家那如果他是一个党员，那大家看他跟一个中常委不一样啊。那讲到国民党党章那太麻烦了，那党员、党代表、中央委员、中常委没了，再上去没了，权力机构权力机构就很简单嘛，党代表大会没有召开的时候由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没召开的时候就中常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个礼拜3中常会啊，中常会的决定，你看什么？总统选举时程啊，党主席选举时程啊，提名最后结果什么全部都在中常委啊，所以你说对，它是分量越来越低。它的影响在社会的影响性越来越小但是它毕竟就是党内的最高权力机构。还有你有中常委的身份在台湾，其实说一句话呢，你走在路上，你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没什么要理你啊。但是这个身份到大陆多好用啊！对，现在还很好用吗？它一样好用啊！当然你不能说像过去这么好用，OK，但它依然好用它依然好用啊！所以你说中常委讲话，何英路讲话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震撼？那就是中常委嘛。你想一下嘛，那民进党中常委如果讲这样的话，你看你们民进党早就翻脸了，直接翻了，直接可能在里面就有人桌子就翻了吧？对，所以它会引起纷争嘛。那纷争的过程当中，就很清楚一件事嘛，他今天把那个影片把郑丽文抓出来背书。我看张亚平应该会加速处理他的案子，考纪会，因为他是郑丽文那个任命的郑丽文任命的，
所以你说走到这边，何英路的案子的确对国民党很伤。我今天讲一句话，那一次我们在讨论民众党那个谁不分区，现在连名字都忘了。你说他只是一个列不分区还没有正式送进去，对，就被大家讨论成这样，也是讨论他的立场，他参加统派组织什么一大堆嘛。所以你今天回过来看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会这么何春玉会被放大？那没办法嘛，谁叫你是中常委嘛？所以你讲一句话，请问一下，他是当然党代表，我是我现在在选市议员，对，市议员直辖市议员是当然党代表，当然党代表上去才是中常委，中央委员上去还是中常委。所以他会被引起争议嘛？那你就很奇怪一件事嘛，就国民党老干一些争议的事嘛。今天程序委员会挡了行政院版的财划法，不让他排到礼拜五。然后也挡了国安法，挡了700多次吧，还是多少次我也忘了，又挡了。但国籍法摆进去了。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要一读了。他就要一读了。他国籍法就是要排除第20条适用嘛。对啊，要排除20条适用嘛，那就很清楚了，就是你不用1年内放弃啊。排除第20条适用的话，就你取得国籍的话，你就不用适用了。那卢秀燕反对有用吗？所以卢秀燕是知道这个议题，基本上。对啊，他说公职人员唯一效忠的就是中华民国嘛。那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嘛，你有发现郑丽文当选以后，卢秀燕在党内的地位，就他讲完话会大家会引起共鸣吗？照理啊，上只有吴思瑶在用，吴思瑶在用卢秀燕说，如果是在这一次，譬如说，不管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以前，或是台中你说朱文这些事情以前，如果要是卢秀燕针对这件事情公开直接发言说，公职人员一定要唯一效忠中华民国，国民党就应该要很认真的去看待要不要去单独通过一个国际法或挡其他法案这些。可是现在引用卢秀燕的话是吴思瑶，是吴思瑶在引用。OK， 当然，你注意看。当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修的时候，取得户籍10年得参政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大法官释宪的。大法官释宪里面，他认为年限这些特殊规定只有一个原则，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要了解台湾的政情。OK， 还有第二个，对国家的忠诚。大法官释宪里面特别谈到对国家的忠诚。那今天你这样就是说，你郑丽文11月8号去拜了吴石，然后11号你们的青年军拿了一本蒋中正日记，还特别标示第71页倒数第2行，结果没想到11月20号那个郑丽文不是去了中国战略学会那个抗日吗？其实我去翻那个标题的时候超好笑的，它还有一个副标，蒋中正日记读后心得71页啊，莫非他70页跟72页连在一起，刚好没看到这样，所以他整个累积下来，你说像卢秀燕这样的主张，可能占民意多数的这样主张，也已经没办法撼动国民党。好，如果这样，我就是简单讲，好，真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在大陆可以横着走嘛？可是这个修法如果要过，你觉得对台湾影响有多大？好，就补充一下，刚刚上公讲说国民党的中常委是什么概念？就简单讲，就是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嘛。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跟这个美国政府在小很多，千万别这么比。我说你这个小很多，千万别这么比。然后被抓的何卫东，对，一共也才25个，不，可是这一样的体制嘛，就体制上面，体制就列宁体制嘛，列宁这两体制都一样，就是中常委就是这个位阶的，没有错啊。所以以前可以横着走，没有错啊。那一样的道理，国民党中常委现在在中国确实很多省份地方看到国民党中常委来，你把它想成是，就把它想成是那一样的体制的这种中央大员的。所以这个何英路，你看哭哭啼啼，想尽办法要恢复中常委。我就讲，为什么一个中配这么心向祖国，然后
要去竞选国民党中常委，我虽然对国民党体制不了解，但是我想要竞选国民党中常委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上一次缺额啊，真的啊，我错了，对不起，我不是很了解。上一届缺额30个名额，好像27个人报考，30个名额27个人对不起，我承认我不是很了解。OK， 好，但是他这个明显在中国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没有错，就是说郑丽文从上任到现在，到这一段时间，你说包括他自己的言论，跟德国之声，跟这个外国的媒体，然后他去击败无耻等等一系列的行为言论等等，其实会让很多我相信不只是一般民众，包括国民党员都有那个忧虑、焦虑，这会不会越来越红统化？其实会让很多我相信不只是一般民众，包括国民党员都有那个忧虑、焦虑，这会不会越来越红统化？所以我觉得切割合一路，某种程度它当然是为了政治止血，可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那个国基法问题是真的大。第二个国基法，我先讲国基法，今天复委的领衔是直接就是傅昆萁，答案总召，他要修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简单讲就是国基法不适用于它适用大陆地区。那个简单就是说。国籍这个概念不适用大陆，不包括中国大陆了，它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你在台湾取得户籍者，不受国基法第20条限制。对，就是你当选了，你不用1年内拿出放弃国籍的证明等等。对，没有，他还有那个前言，他有前言计划，就是把那个不受这个大陆地区那这个东西，你放在国基法的结果逻辑是什么？就是中国跟台湾，这基本上中国跟它是一个国家嘛，所以你不受国基法限制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了解傅昆萁这个主张是整个国民党已经上下一致的看法，还是他真的要想办法透过修法进一步把中国跟台湾巩固成一个国家？佩君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这件事？我觉得国基法的修法不是要让陆配双重国籍参政呢，是因为大陆地区的人民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来就是作为特别法的这个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当中的规定嘛，而不是针对一般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人适用的国基法。有规定者，则从相关法律。我现在下一句就要讲到这里嘛。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第1条确实有提到，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那内政部要主张陆配在取得中华民国户籍跟身份证之后的参政限制，那要回归到国基法的规范当中，他确实可能就会用这个来当主张。那既然如此，我们的修法要不就是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处理这个大陆籍人士取得中华民国身份之后怎么样去做选举公职，那要不然就是在国基法当中做出特别的规定，都是为了确保已经依法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中华民国国民。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保障已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国民，他变成候选人，那选民要不要买单，选民认不认同，就是选票去决定，如此而已。我念2段话，然后大家来听听看。有一段话叫做“不论有哪一国国籍，中国、美国、日本都好，都不应该服公职”，这是一句话。第2句话是国基法当中对于这个中华民国以外的国民都视为外国籍。前面后这句话，卢秀燕讲的，今天讲的原话。后面这句话是刘世芳讲的，请问这2句话有什么差别？一下简单补充，我补充，很简单。如果国民党认为我们的宪法规定的是1国2区，这是你们萧旭晨讲的嘛？先蔡英文先说的。我帮你们补充我帮国民党解释，1国2区那个1国是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是国家嘛？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国家，那你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不是更应该吗？更应该说，你就是要回归，你要参选公职，你应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伪政权的国籍才对啊。我说民进党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友善哦，还认为说你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2个主权互不隶属，所以我们从政不能双重国籍嘛，不管是英国、美国、越南都不行嘛，所以你必须放弃国籍。所以不管是民进党的主张，不管是国民党的1国2区的主张，都应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才对啊！我们现在讲，馆长好像对于最近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找到新的金主，是对，所以讲到馆长嘛，就是说
中国的统战就是所谓的模糊战略，用中国来代表华人，然后中国人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嘛，所以就变成是我就是整个中国人的代表。所以为什么统战那么成功？馆长最近又去了所谓的这个直播里面直接讲，他找到金主了嘛，金山银山嘛，果然是金山银山。这个金山银山就是所谓的永利集团的总裁。永利集团干什么的？就是开赌场的啊。那个陈东豪说的，陈东豪说他身价上亿啊，不止上亿好不好？他每天赌场就每天来去就上亿了，多少人那边赌输，一天晚上就已经上亿了，所以他的身价绝对不只是上亿嘛。重点是，到底馆长有没有拿到钱，这是关键嘛？馆长你自己自身利益，你说你是生意人，你应该拿到钱啊！这个人韩国瑜至少去拜访他的时候，有拿到6600万的花卉订单啊！结果你的馆长你有没有拿到订单啊？馆长你至少要拿个660万的你的便当的订单才对啊！如果没有拿到钱，是不是诈骗一场？因为这个中国人其实非常多的，因为他的那个言辞跟这馆长讲的话，我觉得一听就像诈骗，说什么说所有钱我出啦，股份你占一半啦，赔钱我来付啦，赚钱你去弄。如果这种赔钱的生意，那谁要来干？那不是。如果不是开健身房这种会赔钱的生意，那到底要馆长做什么事情，他才会给你这些福利嘛？而给你这些福利的代价是什么？而这些钱又要从什么地方来？这东西都未来馆长自己要注意的。第一个是不是涉及诈骗？第二个是不是你的相关的金流会透过不法的管道来流动给你？这些东西未来馆长都是必须要面对的。上公昨天访问了李石川。嗨，对。那除了讲说辉达这个是不是那个过程当中的辛苦这以外，包括在新北这一仗，那黄昌呢？黄昌今天有媒体直接用黄昌新北提前出局，好了，那是《镜周刊》，好不好？那个江湖诉愿 ，OK。可是对黄昌来讲的话，因为有一些民调嘛，相关的一些民调，对他来讲是真的这么不利吗？周刊今天又报的是讲那个台亚集团，然后那个老董事长的特助出来又报一些，黄昌一样出来就是把周刊一定再骂一顿，然后讲说前面的都还不道歉，现在这几件事情呢？先倒回来讲台亚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打问号来，一个被告起诉的人讲的话，说那个200万，然后找了3个立委，就是要法律上面办他。我觉得我一听了，我先打问号。我先打问号。第一个有没有那3个立委？有没有那3个立委？那200万至少我们有听到一个200万是到了凯斯国际，至少有个我们有听到了一个200万到了凯斯国际。那我们听到了有个立委是公开质询过台亚的案子，叫黄国昌。好，那其他有没有这2个，我就不知道了。那当然，大家就在探究黄国昌的是否真如所说的违背职务收贿罪或是未来是不是不违背职务收贿罪？反正收贿就有这2个字。那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你必须先厘清凯斯国际跟黄国昌的关系嘛，这是第一点嘛。如果凯斯国际跟黄国昌有必然的关系，以及甚至于是背后的重要决策者或什么等等，你才能把立法院的那一段去做连结嘛。否则你连结不起来。为什么会去查狗仔？为什么是黄国昌在指挥，而国际在付钱？凯斯国际在付钱。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一直在连结凯斯国际跟黄国昌之间的关系。如果越来越明确，那可能黄国昌就得面临到官司案的问题。那我就说嘛，以前我们度过了2年柯文哲案的2年那个柯文哲年，可能明年就是黄国昌年啊。第一个他可能不当立委啦，2月可能不当立委了，可以传就传啊。第3个他年底那个主席到期啊。要改选啊，所以柯文哲要不要支持他？他都是一堆问题嘛。OK， 他都是他存在了一堆问题。所以说明年可能就是那个黄国昌年嘛。那你说那个民调，还有某媒体做的内参民调，黄国昌都输惨了啦，都输惨了啦。
而且你最简单一件事嘛，其实他的投射都有道理哦。你注意看，郑传媒之前做，你认不认同他狗仔的时候，新北市只有12%， 70几%不认同哦，70几%完全不认同哦。然后你在投射，你就看投射最新就上个礼拜5的民调，你去投射，其实大家都说你怎么会连刘和然都输？我说你怎么不会输呢？一定输嘛！我跟陈东豪他们在聊天，我说一定输嘛。我非常讨厌王日胜啊，我对张义善完全他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没感觉。2个人选一个，那我当然只好选张义善，我非常讨厌你嘛。对不对？我这无涉于刘和然到底知名度有多高、多有能力，什么样都不是嘛。没有，我讨厌你，然后你只能2个选一个，我只好选我不讨厌的那一个，没感觉的那一个嘛。不是，我举例啦。叶元之选也会赢黄国昌，因为对面是2个男的嘛。对，一员女性嘛，对，就羞辱男性，不要羞辱女性，同性嘛，我们都同性，大家都很熟，开玩笑。刘和然一定会赢嘛，这一点都不意外这我一点都不觉得刘和然赢他是意外。好，那如果这样，川博是不是一定会选？你感觉昨天的访问？我是觉得就是他了我觉得就是他了啦。虽然有媒体说什么郑丽文找了李泽华，用李泽华分析说新属那个刘和然我觉得那个我不认同啊，因为讲白一点的话，李泽华是李乾隆找来的，李乾隆挺的是李四川，那为什么变成郑丽文放心暗许？我真的不懂啊。那为什么变成郑丽文放心暗许？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当然你说，就算郑丽文，郑丽文他能不能丢掉新北市？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把新北市丢掉？侯友宜能不能把新北市丢掉？我终于问出来说，那3次侯友宜劝李四川要选的，我上次说了嘛，1次公祭，1次行政院院会，还有1次小弟无能嘛。那次是什么？去年新北市里长联谊会的年终的聚会，侯友宜第3次是劝他，是那一次劝他选，所以侯友宜是力挺川博选。他的前提是这样啦，就是刘和然你真的没办法的话，那李四川来他也支持，因为新北不能丢嘛，对，他也支持，因为你接班人你也丢不起嘛。郑丽文如果新北丢了，他的结果是什么？那主席结果会是什么？所以李四川昨天为什么说他会选定了？你注意看他昨天答了一句话，叫做“看党中央的那个选举办法什么时候出来”。你讲这一段话，我等党中央的时间，等党中央的决定。那意思，如果你没有要选定了，你还有疑虑的话，你为什么会说党中央决定？上公刚才在前面字里行间也提到了一件事，上公那个行政院版的财划法今天被封杀了，程序委员会就被封杀了，封杀了。来，若芳，又封杀了。不是又封杀，第一次封杀，第一次，因为封杀太多案子了，这是修正版。我觉得从中央你先看地方好了，地方当我们现在在准备要审预算的时候，那像台北市，我们就会讲说，那你要不要普发现金？那这个市政府就会讲说，财政纪律上面，我们真的还有什么要做，甚至连未来10年这个4600亿。我们都先已经要预备起来，这些都已经帮你讲好了，财政纪律。那但是当你回到中央的时候，一样的说法，但是在中央立委就觉得说这不行，你就是要发，然后这些东西财划法你就是要把钱全部都割出去，毫不在意中央的财政纪律。那今天因为在这公式上面来说，你在提出这个财划法的修正的时候，你要告诉大家，
我这怎么算嘛？那不会有明确的一个数字。就像财政局来跟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普发现金啊？这个因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他也不会给我公式，他就是来一个文字来告诉我说我要做什么。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你从地方到中央，其实都用同样的方式。那你就是要送进来之后，送到委员会，你有立法院的版本，你有行政院的版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出来有哪一个，这才是我们民主国家应该要走的程序上面。但是今天你连他程序委员会，你连排都不排，那你就是执意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未来国家的财政纪律上面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昨天他讲了一个，这是2套标准。对，没错，真的就是2套标准啊！因为你国民党在画整个所有财划法的时候，你有算出告诉我们哪一个公式才是对的吗？当你们在提这么多个版本的时候，状况到一半公式还错了，还没办法分配300多亿嘞。就是你这么多个版本，这么多个公式，然后最后要用哪一个，然后算出来还是错的。那你今天这个立法院在提进来的时候，你就说不行，我连讨论都不讨论，把它画出去。我觉得这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呢。来，佩君，好歹要不要就是让它排入议程？大家就刚刚讲立法院版、行政院版，让全国的民众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大家在这里面，因为攻防之间一定会看得出一些东西。还是说，其实真的觉得行政院版根本不需要讨论，讨论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若芳除了是民进党员哦，他也是台北市议员的，所以当这个新的财划法过了之后，台北市的市权变多，而财权看起来这个下落不明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要站在台北市议员这个角色去帮台北市民发声的。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1加1减之后，我们包括这个节约的钱大幅缩减之后，接下来这财务是会是介入一个困境当中。所以虽然你是民进党员，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忘记台北市议员这个角色。你用那是今年的数字，你乘以接下来捷运的补助款会逐年往下。我来问了检预局的局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真去问他这个问题。财权不确定，但是事权已经很明确了。不一样的，不公平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去讨论的地方嘛，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公式，就像佩君理解的跟我理解的，他来讲解的东西其实不一样，你全部送到委员会，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是正常，这是正常的民主程序，我们都要监督，这没有问题。那但是你今天连他复委都不愿意让他复委的时候，何来讨论？都不愿意让他复委的时候，何来讨论？你就是硬要过你的版本啊！台北市议会的总预算好像到现在民进党还不让他复委哦，所以同样的话，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不要双重标准。行政院的总预算蓝白也没办法，所以啊，不要这样是只检讨中央嘛，地方也是一样的状况。但我说真的哦，这个。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是非常支持这个财划法应该要重新分配中央跟地方的财权。但是显然他当了总统，当了民进党主席之后，好像已经忘记2014年的台南市长赖清德。那民进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2016年执政8年，一直到2024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已经排了专案报告嘛，已经排案审查了。那基本上行政院有很多时间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提出民进党版的行政院版的这个财划法的修正案，可是基本上已经让在野党已经2度之后碾压2次，那现在真的看起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提了一个行政院版了。我是真的觉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补充一下，之前去年在修财划法的时候，国民党的说法都说行政院都没有版本，所以害得我们必须临时提一个版本，结果公司还算错。现在很多县市政府还都一直头痛，因为事权也没有讲清楚，变成是行政院要去跟地方去沟通相关的事权的问题。现在好不容易行政院终于提一个版本出来了啊！你们可以说他慢，但是他提出来了，为什么不让他复委？你们找架吵嘛，就故意要找架吵啊！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财划法的版本连李四川都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哦。李四川为了现在的台北市副市长，未来要选新北市长的人，他是地方首长的相关的国民党内最高的一个可能讲最好的代表嘛，他都觉得可以接受。那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复委讨论？为什么我说他们可以接受？因为财主这件事情，我们每次在节目讨论不清楚，它里面有很多牵涉到事权的分配，还有牵涉到未来要不要举债，你去问地方县市政府
里面的财主单位，他们会支持什么版本？会支持行政院版本，因为行政院的版本对他们来讲事权非常清楚，他们才知道我们未来的预算到底要怎么分配，要怎么编列。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地方县市政府支持的叫做行政院版本？所以还是请国民党的立委回去问一下你们的县市首长，到底要不要让行政院的版本复委，让大家可以进去讨论。30秒。行政院在立法院已经修了2次财划法之后，才端出了这个版本。所以一三哥刚刚说这个早不提晚不提，谢谢。所以你现在端出来这个说帖，还是没有完整去试算这个我应该分配到的税额跟补助嘛？所以我不能认同若方讲的，你要发给我多少钱的公式都还没有讲清楚，但是你要求地方政府先讲清楚我要怎么花这个钱，这个顺序逻辑我觉得不太合理。来，上工，最后30秒。我觉得财判法的问题啊，其实说不清楚啦，因为人民对于这种生硬的东西啊，听不太清楚。第二个，没有从人民的口袋里拿钱，是你中央跟地方的钱在分。所以人民的感受度不高。不像补充保费可以要你口袋里面拿500块出来就要跟你翻脸。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OK，那到今天为止。其实行政院并没有用可以让人民充分理解的言语，简单的言语，像高市早苗啊讲的话，大家听得懂的言语，告诉人民什么才是合理还不合理。这是行政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做到的事，老是在讲一些生硬的话，那会对人民无感。OK， 赖如芳最后30秒。我觉得就是在蓝白这个财划法上面，之前我问过特别是政府，我说他们进去这个立法院不是去行政院的时候，为什么行政院一直要找他们进来？就是财划法之前的3个版本，大家对于这个划分上面其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把各县市找来，这是需要沟通的时间。那现在已经沟通完了，丢了一个最好的可能地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版本，那进来为什么不讨论呢？这不是行政院一意孤行的版本哦，它是各县市首长进来讨论的版本，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包含民众党立法委员，在这上面至少让他复委讨论，大家就摊开来，大家一起来看这样的版本到底对国家是好还是不好嘛 ？OK， 那今天直接没有排入程序委员会，那接下来呢，行政院未来会做什么一些动作？还会做复议吗？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吗？那财划法攸关到中央跟地方每一个人民不从你口袋拿钱，可是对于所有的包括市权、财权，所有这些大概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未来的一些的发展。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民联盟》，我们明天见，拜拜。